在中国南部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的山区村落中，生活着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畲族。如果你有幸在盛大的节日来到畲族人的聚居地，他们的绝技一定会让你大开眼界。你见过男人赤脚走火炭吗？几米外都能感受到热浪扑面。更惊人的是，他们还要上刀山，光脚踩着刀刃，一步都不能错，否则就会割伤脚底。这一幕幕看得人惊心动魄，可他们居然毫发无伤。这个民族反常的地方还有很多。大家都知道汉族的拜堂成亲要跪天跪地跪父母，但是你看在畲族热闹的婚礼上，独独只有新郎一人3跪9叩，而旁边端庄站立，在磕头环节只需要微微点头的，居然是新娘。畲族女性在族中的地位真的如此之高吗？在传说的加持下，这群身怀绝技、习俗奇特的畲族男女身份愈加神秘。他们是凤凰的后裔，始祖竟还长着狗头，与汉族人通婚还会被诅咒断子绝孙。他们身强力壮，却长期隐居深山，美食众多，却唯独把狗肉当作禁忌。更令人震惊的是，在男尊女卑的时代，畲族姑娘在族中的地位竟然高于男人。看到这儿，想必大家都有很多疑问：畲族和汉族之间有过怎样的恩怨，居然严重到不能通婚的地步？神秘的畲族人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民族？女性又为何在族中享有如此高的地位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畲族，揭开他们的神秘面纱。畲族这个名字，在他们本族的语言中读作山哈或者山达，哈和达都是客人的意思，所以畲族又被译为住在山里的客人，这也是他们的自称。如今，绝大多数畲族人依旧保持着生活在山区的习惯。这个人口只有74万人的民族，还没有一些大县城人口多。那他们到底有着怎样特别的文化和传统呢？位于福建宁德的半月里是个依山傍水、孕育了300多年畲乡文化的村落，不仅承载着畲族人的独特文化与情怀，更让我们在畲族人家的日常生活中看到了女性的主导力量。每天天色微亮时，雷华香就已经起床了。她穿好干净的日常服装，佩戴上畲族女性钟爱的银饰，新的一天由此开始。雷华香已经40多岁了，有2个女儿，但是她少有皱纹的脸庞和利落的装扮，让她看起来比同龄人年轻了几分。雷华香的丈夫雷奇松是畲族婚俗非遗传承人。吃过早饭，两人分工明确，和我们理解的传统意义上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方式不同。在雷华香的家里，一直都是雷奇松骑车送孩子们去上学，再顺便去镇上取他修缮房屋的用具。雷华香则背着竹篓上山采茶和金银花。如今，绝大多数人都搬去了生活更方便的城里，而在面对选择的时候，雷华香毅然决然地选择留在了这个古老的村庄。为了能够将畲族文化更好地传承下去，她决定和丈夫一起在半月里建立一所小型的畲族民间博物馆。我们没什么文化，做文化的事，这个是很难很辛苦的。在半月里建设小型博物馆的过程中，劳累与辛苦让雷华香不止有过一次动摇。她一直都在山村里生活，对都市中人们的文化需求并不是很了解。她和丈夫只要一有空，就全心全意地扑在博物馆的建设上，经常忙到深夜还没有休息。博物馆中的许多细节也是做成了之后还要反复修改。即便如此，村里人对此还有不同的声音，有人甚至觉得雷华香和丈夫是为了把博物馆打造成网红打卡点赚钱才做这件事的。可是只有夫妻2人自己知道，他们为这个博物馆付出了多少的心血。我不是为了钱，我是为了有更多客人来到我们这个地方，把畲族文化宣传出去。雷华香说着并不十分流利的普通话，但她眼中的真诚与坚定却丝毫没有减少。雷华香不仅没有被困难打倒，她还从女性的角度提出了自己对文化传承的独到见解。我们眼前这个背着竹篓，手拿油纸伞，在天地田野间翩翩起舞的曼妙身影，正是在拍摄畲族宣传视频的雷华香。他认为，要想接纳更多的游客来到半月里参观畲族文化，那就一定要有吸引大家前来打卡的点。前来参观少数民族文化的人，一定想在相册里留下这段有关畲乡风情的独特印记。于是，他亲自化身为模特，穿着独具特色的畲族服饰，站在房屋前供游客拍摄照片。与他一同做这项工作的，还有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婆婆。一家人最轻松温馨的时刻，莫过于孩子们放学后的夜晚了。雷奇送见女儿们放学后，又去厨房掌勺，雷华香只要在旁边为丈夫打打下手就好了。
在其他地方，男人下厨，女人闲着会被认为是前者没有尊严，但在畲族，这种场景早已经司空见惯了。毕竟早在1000年之前，畲族女性就和男人一样下地耕种了，自然不存在只由女性来操持家务这种说法。2个女儿在客厅玩积木，身后的墙上挂着许多绣有凤凰花纹的布样，代表着畲族独特的信仰。这种传统与现代交错的奇妙场景，背后是雷奇松一家对畲族文化的坚守。每件事都要自己亲自整理保护，这是民族文化，总要有人去做，再穷再苦，我也要坚持下去。雷奇松感慨着作为传承人的不易，脸上却是身在其中的幸福与欣慰。畲族女性的主导权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中，更在盛大的婚礼场合得以呈现。为了尊重畲族人独特的传统习俗，方便他们的日常生活，1984年国务院批准建立畲族自治县浙江景宁。在这里，你能看到十里红妆、凤冠霞帔的震撼畲族婚嫁场面。风和日丽气象新，今日一早到山林，太监阿哥担茅草，歌唱好听人端正。这可不是普通的唱山歌，两人初次遇见便心意相通，少男少女的心事都藏在山歌里。在山间的清风与鸟鸣中，男孩越唱越热情，少女羞涩地低下了头，两人一见钟情，心意相通，暗暗在心中认可了眼前人。与汉族传统婚俗中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同，畲族年轻人的婚事并不全然依托于他人说媒，他们有非常充裕的自由选择空间。接下来就是畲族传统婚礼的第一步，托媒。男方要托媒人到女方家相亲，其他民族绝大多数都是双方家长见一次面就可以敲定婚事了，但是由于畲族的女本位思想，在婚嫁这种人生大事上更要重视，所以男方的托媒至少需要2到3次，目的是考验男方的诚心与耐心，以显示畲族女子的地位。你看，这位步履矫健的阿叔，就是来替年轻人说媒的。阿叔讲话也不弯弯绕绕，寒暄了几句后，他直接说明来意。少女的父亲也没有那种包办婚姻的架势，开口第一句便笑着说：“作为大人，我们不能立刻答应，这要看他们自己的想法。”说媒的阿叔到女孩家去了3次，婚俗自然而然地过渡到了下一个步骤。女孩在亲友的陪伴下去男方那边太人家。在这样重要的日子里，畲族的女孩子们头戴银饰，簇拥着前来太人家的女孩子。可别小看了这看似简单的头饰，他们从原材料到手工制作完成，就要花费将近万元。所以畲族女孩子佩戴的头饰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凤冠。凤冠最初的寓意是表示女孩子出嫁时佩戴，像凤凰一样飞出去，后来逐渐普及为一种代表畲族文化、代代相传的饰品。由于畲族服饰兼具表演的作用，所以头饰也一定要做得漂亮。正所谓慢工出细活，制作这种精美的饰品绝不能心急。不过用木材做头饰你应该很少见吧？从这一点来说，凤冠确实很特别。用布把雕刻好的木材包起来，这样佩戴时动作大一些，也不会划伤头部。那些戴上后叮当作响的银饰，都是阿嬷们提前打制的纯手工作品。银饰上的花纹代表着畲族的文化信仰，用来点缀的珠宝也是他们一颗一颗精心挑选再串联起来的。前期准备完成后，接下来就是最耗费精力的组装工作。畲族女孩的头饰全是手工制作，所以长期从事这项工艺的阿嬷们，手指关节不仅长满了老茧，还经常被刺伤。因为头饰上的布料很硬，穿针时稍不小心就会刺破手指，年复一年留下难以愈合的伤痕。就这样，从原材料到组装，日复一日的纯手工制作，畲族阿嬷们把心血都倾注在凤冠上，完全配得上万元凤冠的称呼。不过现在科技发达了，原来用的木材已经换成了轻便的泡沫，这样戴起来更舒适，行动也更方便。女孩们在重要日子里戴着叮当作响的美丽头饰，在众人面前展现自己的独特魅力。这不仅是畲族姑娘高贵身份的象征，去男方家拜访时佩戴这样庄重的头饰，也表达了对男方的重视。大家有说有笑，都很满意，两家的亲事就这样定下来了。后续的事情就容易许多了，送定、请媒人、送日子、担米酿酒，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在请嫁女酒当日，男方的迎亲队伍扛着大包小包的猪肉、米酒、礼品等，一路赶往女方家。到达村口时，女方的舅母阿姨会拦路对山歌。迎亲队伍到达女方家后，就要开始捉田螺了。你肯定会问，结婚的日子捉田螺干嘛呢？别误会，这可不是我们认为的那种捉田螺，而是男女双方各4人面对面行礼作揖。转眼就到了结婚当日，这样热闹又别具特色的婚礼场景，
绝对会让你眼前一亮。伴新娘这天，有送姑帮新娘梳头、穿新衣、戴头巾。美丽的新娘梳妆时笑靥如花，今天注定是她最开心、最美丽的日子。头戴大红花的牛会走在队伍最前面，不要惊讶，这在畲族的婚俗中是图吉利的象征。正所谓凤冠霞帔，十里红妆，身着华服，头戴凤冠的新娘在众人簇拥下走向男方家，身后紧跟着长长的嫁妆队伍。婚礼拜堂时的场景和说法也一定是你从未见过的。在汉族和其他绝大多数民族的传统中，都是男性迎娶女性，两人一同跪拜，甚至在某些环节女性的姿态还要更谦卑一些。可是眼前热闹的畲族婚礼现场，跪拜的居然只有新郎一人。在新郎叩首的时候，旁边的新娘只需要微微点头即可。这要是放在其他民族，就连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恐怕都会下意识觉得男跪女不跪的场景是男性受到了屈辱，但是在畲族，这可是天经地义的传统。不仅如此，婚后其他民族的女性还要负责侍奉公婆，孩子也要随父姓，但是畲族却有后代随母姓的传统。我们熟悉的演员蓝盈莹就是畲族公主，她自然也是随了母亲的姓氏。畲族的婚俗千百年来一直如此，反观汉族，古时候女子基本是没有婚姻自主权的。那么为何畲族的女性在族中拥有如此高的地位呢？这就不得不提到畲族的创始传说了。相传高辛帝时期，犬戎一族不断来犯，无奈之下，高辛帝发布悬赏，谁若是能摘下犬戎将军的头，就能迎娶自己的女儿三公主。狗头人身的盘户王顺利斩杀了犬戎将军，于是高辛帝把三公主嫁给了他，两人一起前往潮州的凤凰山繁衍生息。所以历代畲民都认为三公主和盘户王是畲族的祖先，自然也会将女性崇拜和不吃狗肉的习俗传承下来。畲族信奉的并不是供奉式的崇拜，畲族的女孩子也不是什么都不做的美丽花瓶，与汉族大家闺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以及女性被迫裹小脚的传统全然不同。畲族女性不仅从事着操持家务、生儿育女的工作，还会和男子一同下地劳作。所以不仅是因为传说，勤劳朴实的畲族女性在族中的地位也是靠自己争取来的。在其他方面，畲族女子也享有许多汉族女子无法拥有的权利，她们可以和男子一样参加祭祖仪式，名字进入族谱，与丈夫签订婚前协议，规定婚后义务，甚至在丈夫离世后，她们有权利随自己意愿改嫁，这在汉族是绝不可能的事。虽然畲族民风比较开放，女性地位也很高，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畲汉通婚是绝对不被允许的。你可能会说，现在畲汉通婚很常见啊，怎么没人阻止呢？这就要提到一个关键人物蓝宝成，他是冲破畲汉通婚禁锢的第一人，为畲族婚俗的变革和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畲族人口稀少，又有着独特的生活习惯，经常被汉族当作异类。畲族也不示弱，既然你瞧不起我，那大家干脆断绝往来，通婚这事自然想都别想。直到光绪21年，蓝宝成的好友廖卓章主动提出想聘娶蓝宝成的女儿蓝章翠给自己儿子廖奏勋做妻子。两人平时关系很好，蓝宝成也正有此意。很快，两家要通婚的消息传遍了10里8乡。蓝宝成的家人知道后劝他：“你把女儿嫁给汉人，这是乱了种族章法，万万不可。”蓝宝成根本不在意，风趣地说：“大家都是一家人。”后来，他的4个儿子也相继娶了汉族女子。蓝宝成就这样凭一己之力，促进了畲汉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在更加自由开放的当代社会，畲族女孩子们有了更多选择的机会，好多人都跟随着家人一起搬去了更为繁华的大城市。一直以来生活的畲族聚居地，虽然有着很多珍贵的记忆，但是生活毕竟没有大城市方便快捷，那里也有更多年轻人喜欢的新鲜事物。但是当同龄人一毕业就挤破头往大城市跑时，这个名叫蓝玉颖的女孩却做出了让所有人不解的决定，回到那个需要转3趟车大半天才能到的偏僻山村。为了学习更加专业的服饰工艺，蓝玉颖回到家乡霞浦后，就马不停蹄地前往上水村寻找蓝昌玉老师学习畲族的传统刺绣工艺。女孩出门的时候日头正盛，当到达老师家的时候，夕阳已经快要落下去了。事实证明，蓝玉颖后面学到的技术对得起她这一路的颠簸。蓝昌玉老师如今已经50多岁了，他戴着眼镜，一针一线的教蓝玉颖哪里宽了，怎么呈现才能更好看。长年累月的刺绣缝制让他的眼睛没有早先那么好了，
在缝纫时经常被坚硬的布料刺破皮肤，手指关节也满是老茧。蓝昌钰明白畲族服饰的制作需要传承人，可如今耐得住寂寞又肯用功学习的年轻人不多了。一套纯手工畲族服饰工期很长，蓝昌钰需要一针一线缝制3个月，但一年最多只能卖出3、4套。一套畲族传统服饰要3000元，而普通畲族家庭月收入只有2000元。更让人无奈的是，隔壁村的年轻人随便做个直播带货，1个月就能赚几万。所以蓝昌钰想知道这个小姑娘到底能不能坚持下来。他问蓝玉颖为什么要选择制作畲族服饰，小姑娘眼中闪烁着光芒。畲族服饰上每个图案都有自己的寓意，每一条彩带上的文字都有内涵，真的很打动我。蓝老师看得出来，眼前这个年轻姑娘眼中有着她许久未见的坚定和执着。令蓝昌钰感到惊讶和欣喜的是，聪明伶俐的蓝玉莹有了一个大胆且可行的方法。其实我是有一个想法，以文创为载体，去传播我们的畲族文化。望着陈列在展柜中的畲族服饰，蓝玉颖觉得服饰上面的刺绣花纹不只可以停留在衣服上，还可以出现在包上、首饰盒、随身镜这种现代人常用的日常物品中。如今蓝玉颖的许多大学同学都在互联网公司拿着高薪，而她却在昏暗的灯光下为了一个刺绣图案反复练习到深夜。正是这个可爱而热情的姑娘，让畲族文化以一种全新的姿态重新焕发了生机。与年轻人相比，畲族中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人更愿意选择留守在山间村落。在湖南汝城这个名叫高滩的村子，我们了解到定居在这里的畲族人的故事，你肯定想不到那是怎样的一段饱受欺凌的记忆。镇上的人叫我们是山老谷，什么事都不懂的，到集市上看到你，要欺负就欺负你，要打你就打你。蓝菊花老人如今已经年过100岁，面对镜头讲述时，还是流露出无奈与委屈。但无论如何，这些与蓝菊花年龄相仿的老人一旦离世，他们亲身经历过的活的历史失去了讲述者，就将会永远消失。从蓝菊花老人的叙述中，我们得知100年前生活在高滩村的畲族人，仅仅因为语言、服饰与当地人不一样，就会被人用石子追着打，这也给他们留下了很深的阴影。随着时代与文明的不断发展与进步，我国对少数民族的保护政策越来越完善，还会主动帮助少数民族传承他们独特的民族文化。就拿畲族最为盛大的节日3月3为例，这一天畲乡景宁的马路在官方的管理下会全部被清空，只为支持畲族儿女庆祝传统节日。畲族的儿女们身着凤冠华服，聚集在一起参加这场令人震撼的大型巡游。在同族兄弟姐妹的歌舞簇拥下，扮演凤凰的女孩子站在花车上，脸上是难以言说的自豪与喜悦。在场歌舞的众多人中，我们甚至还能看到骑摩托的帅气车队，在歌在舞的西方面孔。如今，这场盛大的狂欢已经融入了诸多现代元素，在国际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3月3办得越来越盛大、时髦，但繁华背后，一些传统正在落幕。畲语原本就很难讲，会说畲语的年轻人不多了。一出生就生活在城市里的畲族小孩，更是离这门古老的语言越来越远了。喜庆的节日里，音响取代了乐器，热闹好像比习俗更重要。年轻人们穿着华丽的装束高歌起舞，而真正懂传统的人已经为数不多了。深知这一点的，莫过于钟昌感了。一大一小2个人影在广阔的原野里翩翩起舞，乍一看以为是父亲和孩子，细看之下才发现，这居然是一个男人在舞动体现木偶。钟昌感是几岁的时候就跟着父亲去剧团学习，从小就表现出了对木偶戏的浓厚兴趣。作为资深的传承人，钟昌感能够独自一人完成从制作到表演的整个流程。编个作品，在别人的眼里看来只有几分钟的时间，其实我在心里付出的时间没人知道。如今的他已经50多岁了，大多数同龄人已经快到了退休的年纪，但是钟昌感却常常熬夜创作，把自己雕刻的每一个木偶都当作孩子。他坚定地认为，只有创作出精品，才能把观众从影视剧和短视频的手中抢回来。畲族人口不到74万人，这样小众的民族文化如何才能在时代的洪流中活下去？光靠几个传承人的意志与努力肯定是不够的。聚居地的旅游开发成了让人们了解畲族文化的窗口。这一举动不仅让畲族文化重新焕发了活力，居然还让它在国际社会上越走越远。这里是清水畲寨，看这些交叠在阳光下的长竹竿，你以为是用来挑东西的吗？别急，你听，随着一声有客来喽的清脆呼唤，
音乐声陡然响起，空旷的场地瞬间汇聚了穿着特色服饰的畲族儿女，他们随着欢快的乐曲在竹竿间跳跃，这就是畲族的竹竿舞。在畲族姑娘手拉手的带领下，游客们的步伐越来越轻快自如，在舞动中充分感受到了畲乡的魅力。丽水景宁为了更好地传播畲族文化，居然下血本还原了一座畲族古城。古城中的中国畲族博物馆不仅有文字、图片资料，更有趣的是还为游客提供了许多体验项目。展厅一角摆放着1:1还原的柴草扁担，大家都可以试着当一回山哈，体验畲族人挑柴的生活。复原模型展示的畲族厨房，乍看和我们常见的厨房没什么区别，细看之下却发现另一面的墙壁上藏着精巧的设计。畲族人会专门用一根粗竹管把外面的山泉水引入厨房，用来洗菜做饭。水槽下面的水稻居然还可以养鱼，聪明朴实的畲族人真是把资源利用到了极致。离博物馆不远就是大军古街，这里虽然是特地开发的旅游场地，但丝毫没有商业气息。古街上还会有专门的畲族婚俗演出、社窑体验馆、手工艺品店，凡是和畲族文化有关的内容，你在古城中都能体验得到。在各方不断的开发与宣传下，原本鲜为人知的畲族文化也在国际社会大放异彩。亚洲面孔的姑娘穿着畲族服饰走在法国街头，迎来无数国际友人赞许的目光。她脸上挂着自信的笑容，穿过光影斑驳的长廊，服饰上的花纹与欧式建筑的雕花交相辉映。当人们问她来自哪里时，畲族姑娘微笑着，骄傲地说出 China。这一刻，畲族文化真正走向了世界大舞台。传统与现代，手工与科技，生活与旅游紧密交织，畲族文化的传承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古老神秘的畲族文化又是否能够吸引你呢？欢迎在评论区与我们分享。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还请按赞、订阅和转发。本期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